你知道吗？未来要去挪威小湾坐邮轮会越来越难，不只是越来越贵，以后你想去可能也去不了。今年年初我拍了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，今年越早去越好的几个行程，而我刚刚才完成了一趟其中我所提到的挪威小湾邮轮，而且上个星期我已经上传了第一支挪威小湾邮轮的前传影片。那里分享了我抵达伦敦之后如何到南安普顿搭上英国的 P&O 邮轮，还有整个行程的准备。在我要继续分享更多的邮轮日常跟攻略之前，我想趁现在还是挪威小湾邮轮的旺季，赶快把一些重要资讯整理出来分享给你们。这支影片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人生一定要去一次挪威小湾，还有为什么要用搭邮轮的方式去，如何选择理想中的挪威小湾邮轮。我还特地选了3个不同的行程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地雷跟亮点。重点是你绝对想不到，其中有一个印象中高级的豪华邮轮，价钱竟然比廉价的品牌便宜。最后我还会分享我所选择的英国 P&O 邮轮。看完这一支影片，相信你会把挪威小湾邮轮列入你的人生清单，而且还会知道要如何安排准备。你好，我是Alison，我在这里分享我的旅游日常，尤其是邮轮的实战经验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什么是峡湾。其实峡湾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地形，它是在冰河时期，巨大的冰川慢慢的往山谷推进，把山谷挖得又深又窄。等到冰川融化之后，海水就灌进来了，就形成现在看到的这些壮丽峡湾。当邮轮行驶在峡湾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两边好像是一座一座单独的山，但它们其实是山谷的两侧，只是山谷的底部现在被海水淹没了，所以我们看不见。也因为周围都被这些高山围绕着，水道又非常的深，所以几乎是没有风浪。再加上海水非常的清澈，整个感觉是一个巨大平静的湖，非常梦幻。你可能说世界上这么多地方都有峡湾，像纽西兰、加拿大、智利还有格陵兰，风景都非常壮观。为什么我会特别推荐挪威呢？因为我觉得挪威真的超级好去的，好玩又舒服，不像智利或格陵兰那种地方，交通比较麻烦，气候也是不稳定，光想到就心好累。而挪威就不同了，你可以直接飞到挪威，或是飞到欧洲的其他国家，像是伦敦、阿姆斯特丹、哥本哈根、德国这些地方，出发的邮轮很多，而且弹性比较高，加上他们的地形非常好，不用爬山，在夏季的时候可以穿着短袖就去看冰川了，也不用搭昂贵的直升机。再加上挪威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，基本每个人都会讲英文，而且挪威人超友善的，像我这一次就搭了2次便车，一点都不觉得不安全。而且挪威的峡湾是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的，在峡湾的旁边你可以看到漂亮的小镇，而且一下邮轮就可以在峡湾的小镇喝杯咖啡，逛个小店，就好像活在明信片里面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从2032年起，只有零排放邮轮才可以进入挪威2大世界遗产峡湾。虽然距离实施还有几年，但很多家邮轮公司为了避开政策的风险和高额的成本，已经主动从2027年起不再停靠了。这就是说，将来想要搭乘大型邮轮畅游峡湾，选择变少，而且会越来越贵，所以赶快去吧。那你可能会想，看峡湾方法这么多种，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坐邮轮？但你知道吗？挪威峡湾是全球很热门的一个景点，这么热门的景点，但一年有2/3的时间，一天只允许1艘大型邮轮靠港。像我这一次停靠的4个挪威港口，每一个站都只有我们这一艘邮轮。像我搭了这么多加勒比海邮轮，当我停靠在挪威的港口的时候，真的有一种高规格 VIP 的感觉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 cruisemap.com 这个网站查一下，可以看到每一个港口的每一天有多少邮轮靠港，对你选择行程的时候很有帮助哦。这一点跟阿拉斯加很不一样吧？
虽然阿拉斯加也有限制，但是在旺季的时候人还是超爆多的，而且岸上观光的费用吓死人。虽然如此，让我广告一下，我明年要去阿拉斯加，所以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到时候回来观看。另外一个思维呢，就是你也知道北欧人的生活比较 chill， 很多店下午就关了，假日根本就不开，所以呢坐邮轮的话完全就没差，白天上岸玩看峡湾，晚上回到船上就可以大吃看秀泡按摩浴缸，继续看峡湾，完全不浪费时间。最后不得不说，挪威的物价很高，在外面随便吃一顿就要20-30块美金起跳，但邮轮上面包吃包住，天天换一个地方玩，一天100多美金，真的很划算。那么要如何选择一个适合的挪威峡湾邮轮行程呢？我这边有几个关键的建议。首先，长度至少要7个晚上以上，因为峡湾很大，而且弯弯曲曲的，如果时间不够的话，就进不了这些经典的港口。而且确定行程里面有停靠 Geiranger、Flam或是 Orden 这样子的经典港口，因为这几个真的很值得去。像 Flam 有世界最美的高山火车，Geiranger 是世界遗产的峡湾， Orden 可以看到冰河和瀑布。如果这3个没有到达其中一个的话，我建议你换另外一个行程。出发的话，建议选择欧洲比较大的城市，像我就选择从离伦敦不远的南汉普顿，还有其他像是阿姆斯特丹、哥本哈根、欧斯陆都是不错的选择，航班多，交通也方便。还有一点要注意，有一些行程是主打北欧邮轮，但基本上他们只停靠些北欧的城市，还有主打挪威邮轮，但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有进到峡湾哦，所以要看清楚。接下来这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要确定港口的停留时间至少要6个小时以上，这样才有时间去观光哦，不然就白去了。而最佳的出发时间是5月中到9月初，尤其是6、7月的时候，白天很长，有些时候晚上11点多还没有天黑。选房的话，如果预算允许，最推荐当然是阳台房啦。但如果是订内舱房的话，我建议你加一点钱，选在靠近楼梯或是电梯口的位置，这样你就可以快速走到户外的甲板或是有观景台的楼层，这样你就可以快速的到户外欣赏风景，这个钱很值得花哦。接下来看一下我所选的3个行程范例。第一个是 MSC 8月底出发，7个晚上的航程，搭乘的是 Euibia 2023年6月才首航的新船。亮点是会经过我所提到的2个主要港口，包括是 Geiranger 和 Flam。要注意的是，在第3天的行程，只有跟 MSC 购买了岸上观光行程的乘客才可以在 Hellesio 下船。接着邮轮就会前往 Geiranger， 然后在那边停靠，也就是说这一天只停靠1个港口，整个7天的航程中只停靠3个挪威的港口哦。接着就会去德国的 Kiel， 然后再回到哥本哈根。虽然其中所停靠的 Molde 和 Kiel 没有那么吸引力，但光是有停靠 Geiranger 和 Flam， 而且是从哥本哈根出发，这3个亮点就已经足够了。最便宜的内舱房一个人是1153美金，另外每人每天还要付14美元的小费，所以平均来讲一个人是178美金一个晚上。接下来是 Cunard 7个晚上的行程，搭乘的是2024年5月才首航的 Queen Anne， 从南汉普顿出发，停靠4个挪威港口，会看到些峡湾的经典风景。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停靠 Geiranger 或是 Flam， 这就是当初我没有选择这个行程的原因，不然我真的很想尝试印象中英国老前锋非常豪华的邮轮。如果不介意只是蜻蜓点水的看一下峡湾的话，我还蛮建议的。你看一下他们的价钱，最便宜的内舱房一个人是1049美金，另外每人每天17美元的小费，平均一个人一个晚上才167美金，是不是比主打平价的 MSC 还要便宜？接下来是对亚洲乘客相对比较陌生的英国邮轮 P&O， 搭乘的是2021年8月才首航的 Iona， 从南汉普顿出发，停靠4个挪威港口，其中包含比较经典的 Orden 和 Flam， 而且还会经过几段非常漂亮的峡湾，算是弥补了没有停靠 Geiranger 的这一个遗憾。
这也是为什么我最终选择了这个航程的原因。这并不是最完美的，但考虑到其他的方方面面，这个对当时的我来讲是最好的选择。我选的是内舱房，加了一些钱选了自己的房间位置，一个人是$1100。P&O 没有强行另加小费，所以平均下来一个晚上是$157。另外，如果时间和预算都允许的话，不妨考虑顺便玩到北极圈，停靠被称为北极圈的首都川手和更北一些的北角，然后跟着邮轮绕一下北极圈再回家。以上分享了很多选择挪威行程邮轮的思维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，而价格会随着市场的需求而浮动，所以仅供参考。最后，谢谢你看到这里。我想说，我是真心的推荐挪威小湾邮轮。挪威的美不是张扬浮夸的震撼，而是一种低调有气质，像是一幅用粉彩渲染过的风景画。那是一种看了会让人静下来的一种美。我真的很建议你亲自站在峡湾前面去体验。接下来我还会继续分享这一趟行程每一个港口怎么玩，怎么省钱的邮轮日常跟攻略。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按赞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更精彩的内容哦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。